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狂野时代的剧组，我们现在在一个海边，在戛纳。源头就是今天在发布会讲的，就觉得现在整个外部世界变化很大，然后时间在飞快的流逝，所以源头就是想要有一个东西在这样的时刻出来。因为这个角色它是让时间混乱的，所以我们电影又是线性的，所以一直到最后的那一刻，最后一张字卡出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刻就抵达了。跟千玺我们碰完面以后，就发现有一样这么内向的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现场会节省很多成本，不用去说很多场面话，然后大家可以有效投入到工作里面，以及也会觉得千玺的才华也能把那么多个角色完成好，因为不只是有少年，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所以跨度会比较大，也相信他能处理好这些角色。然后小姐的理由会更简单，因为我是她的影迷，所以天然的就想邀请她。然后这次觉得，两位表现在我心里面都超过我的预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刻，他当中饰演的某一个时刻，让你感觉到也是你心中的那一刻？定妆那天就已经非常的肯定了。定妆那天，然后我们拍了一些东西，拍了一些照片，拍了一段视频。定妆定的就是在民国的那套造型，我就觉得已经非常漂亮了，而且就是这个角色。虽然那个时候角色和今天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是它的神性是一直没被改变的。和千玺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每天发现新的千玺的过程。那当然，它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新奇基本就是这个方向的词吧。我其实直到演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在我的脑子里把它们串起来。对，这话也是比较懵的。跟导演合作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在跳跃，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作为演员是必须把这个表演质感给落地，给把它变得平实扎实，然后才会在他的脑子里跳到下一个点的时候，这个跳跃的对比才能很强烈的反差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工作的过程吧。癫狂过瘾，就是我演了一个挺癫狂的一个人吧，也是比较突破性的，之前好像没有演过这一类型的，然后跟导演合作也是很过瘾，需要适应，但当你适应之后，你就发现你很自由，就是那个创作它是其实是没有上限的，就大家想到什么都可以直接的交流，然后你想怎么去表达怎么创作，导演都是给你那个空间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过瘾的。老师你的影迷，然后进入到了他的电影世界。我也是他的影迷，互为影迷，互为影迷，就是也是一样很新鲜，然后就是一个挑战，因为这次跟导演拍戏的这个方法跟表现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特别的新鲜，但是挑战也特别大，因为要把整个角色给顺下来，其实还是需要时间的磨练。包括我昨天看完电影之后，我都会觉得说，如果再多拍个几条可能会更好，但其实我们已经拍了好多条跟好多天了。每天就是去做梦，好像是一种意识的延伸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这种意识的逻辑，就是怎么样把它串联在一起，然后再去演绎出来，很开心。第二次进入了，二进宫是吗？常回家看看吧。对，就虽然说我比毕赣大不少，但是我拍完《地球》之后，不可否认的，就跟他一起创作之后，他在我的身上，在我的思维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觉得是件很让我欣喜的事情。但是也更自主了吧？你们已经适应了导演的创作。就跟早上董劲松老师跟那个丹凤老师说的，就默契吧。但你默契也不是太默契也不好，往往就因为他默契，他就不管你了，他去管别的事儿去了。对。
一整部，其实最主要它还是一个串联性的，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串联起来，其实是特别奇幻的一件事情。就5个不同年代，你要串联在一个梦境里头也好，或者在一个人身上也好，我觉得这是特别新奇的一件事情。但于我来说，我对于这个整部戏的摄影的美学，我是非常非常的喜爱跟惊讶的，因为太不可思议了。就至少我在这么多年的从影的经验以来，我觉得导演给我的这个惊喜是特别大的。还有包括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精准的对位，其实特别像实验性的东西，可是画面特别漂亮。那个画面的运作，包括他们一个镜头下来也好，太多了。我觉得这个摄影的这个风格是让我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但是你作为一个演员的本能，比如说在看到其他几位演员在其他几个段落当中的表现，你觉得现在让你去想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段落是你想进入那个片段和迷魂者产生一些关联的？每一个角色都会很想要尝试。就比如说，如果说像我是迷魂者这个角色的话，我要怎么去进入这个状态？包括好像爵哥他那个掐的那个脖子，这个我也特别想去尝试。就是你一直在机器旁边，然后这样子去做的很多的一些表演，其实是特别酷的一件事情。然后像赵马克他那一种男人之间的那种厮杀啊，还有那种魅力，我觉得那种碰撞又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其实我一天到晚都很想要演一些很暴力的角色，但是这我讲了好几十年，没有人找我演暴力的角色。那这次你和千玺的对手戏，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式，你对他这次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呢？真的特别好，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发疯了吧。首先先发疯，我在我那一段的时候，他刚刚讲说他特效化妆这个东西会让他很敏感什么的。其实你一直在未知里头摸索自己的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有一种恐惧、不安，还有莫名的一种愤怒。我觉得这都是造型上还有拍摄的环境里跟导演虽然没有过来跟你讲什么东西，但是那种莫名的有一种压力在内心里头那种爆发，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对演员来讲是特别高境界的一个表演方法的。开篇的时候他的泪，对，光靠一个眼神去表达一个整个情绪是特别难度高的，所以千玺是给我很大的惊喜的。没有，我就是比较追求逻辑，就是前因后果，就是我就是1、2、3、4、5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导演让我去3，我就说那1跟2呢？那是什么？但导演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因为就是对他来说那不重要，他要的是当下的这个画面。比较困难的就是我怎么跳过1、2到3，就后来学习着突破了自己的一个点，跳过了逻辑。对，比如说常常导演就是说 OK， 你跟千玺你们两人从那儿走到这儿，那我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走到那儿啊？我说没关系，你现在机会都已经摆好了嘛，那咱们就先来一条看看呗。对。那在你的段落当中，你觉得你眼中的千玺和他的合作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因为你们那个段落他其实受了很多的刑，对吧？但是可能一个很癫狂的，同样是一个很癫狂的一个状态，同病相怜吧。我想的也是这个词，难有。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帐篷里，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千玺您来多久？说我从去年就在这儿。我说啊，这已经待了那么多好几个月了。我说那你传授一些心得吧。他说不知道。有一个人跟你就是一起在探索，然后满足这个暴君的要求。片场暴君，但他也很 nice 啦。他当然他不是开玩笑，但就是你知道他要的是一个很高追求的一个东西，但是大家可能都得彼此扶持，然后一起摸索到那个终点吧。拍的时候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困难，然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然后到最后就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把它整合到一起，然后全部解决。然后还有就是尽量让自己
能多出一些新鲜的东西，因为每天其实都在重复，但是不能只是重复把它变好，而是需要一些新的感受、新的东西来把它变成一个在那儿的东西。所以千玺作为你的对手演员，他也会在不断的给你一些新鲜的刺激吗？对，他每天都会给我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在互相感受，然后一起去完成这样一个疯狂的故事吧。上次我们是60分钟，这次30多分钟，但我觉得这次我更紧张，因为真的要顾及东西太多了。然后比如说你要唱歌，你要关注这个点，要他们干嘛，这个点要干嘛，我要配合什么，然后我还唱错了，对，然后又转回来了。就导演在整个对于操作长镜头，他就有更多的把握，他有更多把握之后，就有更多的空间去怎么去创新，去往里面放东西。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就享受这个过程。那有没有比如说这次千玺、更新他们是第一次拍摄这么长的镜头，有没有给他们传授一些经验？没有，我刚到第一天，他就跑来找我，哎，你跟我说说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就其实我发现创作的那个氛围，其实跟他们两个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之前导演的那个微信的名字叫爆破员，我就感觉自己像条那种找哪里有炸药的那个狗，就是比如说这里我们就去跑，这里不对，那儿就跑啊，这里好像有，就继续往里跑，然后就这么跑出一个32厅什么之类的。对，好生动的比喻。我们都是看着导演正好今年是第10年，看着我长大了。对，那倒不至于啊，看着您的电影长大的。2015年《渡边野餐》，然后18年《地球》，到今年正好是您创作第10年，3部长篇。所以您自己如何看待这10年来您自己这3部长篇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就是逐渐的从一个非常私人的到非常个人的，到跟我没什么关系，到属于别人的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部影片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发现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所以电影不是跟我私人有关的，是跟作为一个人有关的。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导演的这个境界又上了一层？他们不会这么想的，发现。好，我帮他们回答。最后我们问一个好玩点的问题吧，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呢，因为它的缘起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做梦，对吧？然后梦的可贵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问6位，你们最近做的一个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梦是什么？我就是导演，我知道你别说你最近一直没睡觉没做梦，我知道你特别这个一直在特别赶，但是你肯定也能有梦的时候啊。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个。不用特别那个印象深，就昨天晚上我真没做梦，真的没有，太晚了，就睡了3个小时就醒来了，真没做梦。印象很深的是，我有一个非常近的一个亲人啊，然后他在拍摄这个电影之前他就走掉了，就去世了。然后我会在拍这个电影的过程里面经常会梦到他，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我是来这儿的出差，前2天去另外一个地方出差的，这一次出门的前一个晚上就有点紧张，然后会梦到被什么东西追，然后自己跑得还特别慢，然后就是梦得浑身很累的那么一次，经常会梦到这种被追的情况。我时不时会梦到之前在那个餐厅打工的时候当服务员，然后梦里面就会是30桌客人一次来，只有我一个人要去服务他们所有人，就当下就是有那种万念俱灰的感觉，就是手上的托盘就直接甩地上，这样就是毁灭吧的那种梦。我忘了，但是应该说我今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不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采访完之后去了那个休息的那个厅吃饭之前的那个厅，你们不是都坐外面吗？我就坐在那里一看出去，我突然觉得说这场景我好像怎么梦过，对，就今天
突然有个，我很少做梦，对，还挺幸福的，对。睡眠质量比较高。可能吧，我都熬到最晚的时候才睡。我有一次，第一次梦到自己不是人，是一条蛇，然后这个很酷。因为我在就是在杀那个老鼠，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它，但是就是要杀了它，我不知道，反正我记得我是在跟一个老鼠在撕扯。我的梦怎么那么现实主义题材呢？我就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去约会，推开门发现是我妻子。这是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我们的合作，希望大家都做好梦啊！好，哎，谢谢。